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是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。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，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。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！妈，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些鱼我原本是打算先风干再卤制，但风干的实在太慢了，我就决定都用油炸了。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呀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，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悠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，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2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我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我最近特别馋五谷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稠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
命的。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个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，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。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5股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，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，好好活着。